今天这期视频，我想从一个词开始讲起，缘分。缘分这个词想必都不陌生，两个人走到一起是缘分，感情走到尽头就说是缘分尽了。好像这两个字什么都能解释，但你要真的问缘分是什么，好像又说不清楚。缘分是一个典型的结合了原始佛教教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词汇，它的核心起源可以追溯到佛教的因缘思想，但演变成今天我们口中的缘分，则经历了漫长的文学和民间融合。缘字最早大规模进入汉语语境，是通过佛教翻译，在佛经中常用因缘来解释世间万物的产生与消亡。早期的文献如《维摩诘经》或《大智度论》主要谈论缘，并没有直接将缘与分连用。因是内在的主因，是种子，是你这个人本身带来的东西。缘是外在的条件，是你在某个时间点遇到了某个人，发生了某件事。因遇到缘产生果，这是佛教解释世间万物怎么升起、怎么消亡的基本逻辑。缘分一词的形成，是把佛教的因果律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结合在了一起。在汉魏以来的传统思想中，分代表一个人的位分、定数、名分。到了唐宋时期，随着禅宗的兴盛和文学的发展，人们开始将这种不可思议的相遇称为缘，而将这种相遇在命运中所占的比例或结果称为分。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，这两句诗家喻户晓，但很多人不知道后半段取丝花丛懒回顾，半缘修道半缘君。这个缘字是元稹走过万千花丛懒得回头的那个理由，一半是修道，一半是为了失去的挚爱，是一个人此生放不下的执念。缘的种子在唐诗里早就种下了，这大概是中国人解释人际关系最浪漫也最无奈的一个词。那在盲派命理中，缘和分本质上是分开的两件事。缘说的是关系的性质，你跟这个人能走到什么样的关系，是父子，是兄弟，是夫妻，还是情人。分说的是这段关系的深度和长度，同样是夫妻，有人相守一生，有人只有几年光阴，同样有缘相遇，有人是某个阶段的陪伴，有人只是擦肩而过的过客。缘分不仅是人际交往中的偶然相遇，更是命中注定，受宇宙五行之气与时空规律严格支配的深层因果关系。在这个世间，个人有个人的命，谁能沾谁的光，谁跟谁有缘，其实都是在命中早就定好的轨迹。那缘分从哪里来的？是谁安排的？又是被谁设计的呢？说到底缘分本质上就是前世的因果与亏欠，在这一世命局里的显化，是前世的自己给今生设的局。传说中那个能牵红线的月老就是你自己一个人的八字命局排下来，就能看出你前世欠了谁的，又该还谁的。有缘分才能相聚，没有缘分根本不会聚到一起。有些人在现实中遇到某个人会一见钟情，或者觉得似曾相识，这就是因为前世的缘分在牵引。这种前世带来的缘分有长有短，有善缘也有恶缘。《红楼梦》里林黛玉下凡是来用眼泪还报贾宝玉前世浇水之恩的，那段感情是真实的，那份深情也是真实的，但它本质上是一段债，还完了就结束了。结束不是因为爱不够，是因为那个分到了。缘分是有保质期的，它的有效期是被大运和流年的时空关系严格限定的。无论是一段感情，还是遇到提携自己的贵人，只要大运或流年里那个支撑缘分的五行在发挥作用，缘分就在。一旦这个运气走完，五行的余气退散，缘分也就随之走到尽头。命中某个领导作为贵人帮你，大运10年就帮10年。当大运转变带来的不再是命局喜用的那个字时，贵人一定会离开。感情也是如此，若是仅靠短暂流年促成的缘分，一旦流年五行气数一过，到了特定的时节，自然就会分手。把这个道理想通了，就能明白缘分的到来与消散，如同四季更替一样自然。春天走了，地面的水汽就走了。春天水汽的使命结束，就代表这段缘分已经到此为止。无论这段缘分曾给你带来多大的快乐或触动，一旦它过去了，就不应再留恋过往。这是面对缘分的最高智慧。缘聚缘散，活在当下。相聚是缘，分离同样也是缘。相聚是因为我们在这个阶段还有共同要走的路，分离是因为彼此都已经完成了这段路该完成的事儿，需要各自去往新的地方。
如果能用这样的眼光去看缘分，面对缘尽分离时，内心就不会只有怨恨和不甘，而是能给出真诚的祝福。这也是易经文化面对缘分的最高境界。那盲派是如何看待命局中的缘和分呢？还是要用到寻根基和家里家外？我用一对夫妻的命局道尽人间缘分二字背后的规律。先来看这个女命，她的夫妻星是哪个字呢？官星是火，火就是她的夫妻星，正星落正位，这个老公就在她的夫妻宫里。整个命局有一个明火，两个丁火，分别藏在未和戌中。此刻我不关心他的丑位戌三行，也不管满天比劫在干嘛，只做一件事儿，抽丝剥茧去分析命主和这三个火的缘分。在盲派命理中，自己家里的字代表了跟你有缘的人。如果你遇到一个人，你知道他的存在，可能他是个偶像，是个idol，是个明星，或者是个公众人物，你们之间没有任何的交集，那么你和他之间就是无缘无分。如果你遇到的这个人存在于你的世界中，你们彼此认识，但没有进一步的关系，可能他是你的同学、同事，或者是个邻居，这种关系就是有缘无分或是缘浅。只有做实了关系的人，才是真正有缘的人。父母、兄弟姐妹、夫妻子女，共同经营事业的伙伴，不死不休的对手，还有你此刻脑子里正在关心的那个比劫，都是与你有缘的人。在八字命局中，感情缘分常常为特定的食神，如财星代表女人或情感，官星代表先生。只要他们是从日主家里出来的，能与命主的体发生直接联系，就代表存在真实的缘分。我们先来找找命主的缘。时上的巳火是2个，未中乙木暗生了一个，家里戌中丁火出来一个，家里就是2个火。那它就是2段婚姻，换太极点到年上的辛未。对于辛未来说，未就是辛金坐下的夫妻宫，未中的丁火就是年干辛金的夫妻星。对这个虚透的辛金寻根基，有命主虚土出去的一个，命主就是年干辛金背后的影子，可以通过这个辛金来和未中的丁火。但如果只是这样，命主和比劫的丁火的行为就叫偷，他和未中丁火的感情不会超过3个月，这个期限就是分。再看命主家里的巳火在地支生了一片土，从日支一路升到年支，年上的未土就被命主赖回来了。命主借辛金合的丁火就名正言顺了。如果命主走木运，2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就不止几个月，这段缘分就长了。但毕竟是家外的字，是比劫的夫妻宫，且家中有官星，年上的这段感情不会有结果的。未中火是木生的，所以命主走到甲辰运、甲午年就会有这么一段恋情。从甲午到己亥这5年，只要是干支有火的气，这段感情就一直持续，直到己亥年火退气的时候，他们的感情就结束了。现实中2个人同居，男方买了房子也装修了，准备结婚，但是2个人也说不清是为什么就分手了，这对象就变成了前男友。你看这前男友也得经历2次才能找到人生归宿。寻根基年上的辛金，从丑和戌分别都透上来一个，所以辛金背后就有2个影子。对年上的比劫来说，他的官星丁火被命主合一次，被月令辛金抢一次。为什么未中丁火先给命主用呢？因为巳火生了未土，所以未土中的字就被命主拿来先用了。为什么说月令会来抢年上辛金的官星呢？除了天干辛金有丑翻上来的之外，地支丑未冲就是金克木，劫财见财，所以年干的比劫必离婚晚成家，或许能避过这一段。咱们回头说这个命主啊，他从16岁开始走了20年的木运，上学的时候走财运，就贪玩不学习了。如果要查这个因果，庚寅年2010年就开始谈恋爱了。命局中天干透了一片比劫，我取象是很多人一起在做什么。比劫库丑土中的比劫是带伤官的，代表着内心孤独、缺爱、缺少温暖与快乐。地支丑土跟戌土相刑，就是丑中有伤官性格的比劫，想来跟戌要火，那这个火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戌中丁火出来是巳火，辛巳自合就丙辛合，丑月的丙辛合，取象不可能是天上打雷下雨了，火克金就是不灵不灵，灯光闪耀就是那种频闪灯、氛围灯、霓虹灯，是亮丽的色彩，还要伴随着声音，可能是音乐，
这个象不在天上，在地下。因为丑土代表了阴暗的地下的空间，这么多比劫在一起这么热闹，我能想到的只有一种可能：演唱会、live house、夜店、夜场、KTV 娱乐场所。单独一个虚土不一定就是这个象，真正让这个画面成立的是地支之间的碰撞。丑行虚，丑中有水，有金。你看九字怎么写的？三点水加一个酉，灯红酒绿就是这么来的。视觉上就是夜晚忽明忽暗，一闪一闪的幽暗灯光。地支三个土紧邻，那就很多家店。这是哪儿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命主是北京的，我能想到的一个物理位置，工体，只有那里是一条街的夜店。后来命主告诉我，他家住三里屯，从小在那里长大，隔壁一条街就是工体西路。再来看命主的2段婚姻，第一段找的人是未中乙木暗生的家中的火。我用盲派命理思维来还原一下，木气是什么时候来的？庚辰运的己亥年，也就是2019年。亥水是辰中水，不是原局里有的，这是新认识的朋友，不是旧人。己亥合的是亥中甲，己土既有命主的，也有年上未土的。亥中甲是木，是财，就是命主的感情是欲望。这个己土既有来自未土的，也有来自戌土的，就是2个人在争合亥中甲。理法会说亥未拱个卯木出来，要去生巳火。那么自然相法又如何解读呢？辰运把丑月的温度拉高了，这个局就暖了。亥中甲是种子来处太湿，它就不会去找丑土了，因为丑土是冬天的寒土，已经冻硬了，木生长不了。辰运亥水出来，说明这个种子的来处太湿了，他想找的是燥土，那就是未和戌。但辰和亥都不是原局里有的字，是运和流年带进来的。原局里没有的字，一定按年到时的顺序去发生关系，不会乱来。所以亥水一定先遇到未，后才遇到命主。换句话说，这个木原本是未土那边的，是亥水把它从未中拱了出来，一路冲到了时上。整个像翻译成人话就很简单。这个男人是有家的，遇见命主了就脚踩2条船。缘起就在这一年2020庚子年，庚金就是命主自己，子水是伤官，子未穿就是命主。想要得到对方，得到爱情，二女争一夫，能不能争过，看谁有根谁有印。命主是魁罡，坐下有根有印，年上的辛金虚透，肯定是旺于年上的比劫了。这个子未穿就是去人家里抢老公，是生抢回来的。命主用了些手段。2021辛丑年，丑未冲，是命主劫了年上比劫的财。这一年，男人就和前妻离婚了。2022壬寅年，命主上乙木运了，天干乙庚合，命主想要的在这部运气里就能实现。壬寅年有2个暗象，第一个寅戌拱午火，但寅木是丑月的水生的，这个季节温度不够，拱不出午火来。想拱没拱出来，就是这一年有遗憾，某件事差了一口气。第二个暗象，命主结婚需要3个条件同时到位，木火土。为什么是这3个？因为他的夫妻星是木生的火，火要到木也要到，再加上印星土也要到，3个字缺一不可。寅木里都藏着什么呢？甲丙戊一个字，3个条件全齐了。所以壬寅年就是婚姻应期，命主在这一年结婚登记领证。那遗憾是什么？疫情的原因，婚礼没办成，所以拖到了癸卯年。卯戌合也是木生火，条件还在，这一年婚礼才真正办了。命主在走完木运之后，还有连着20年的火运，且命局家中还有一个不是木生的火，也就是说后面还有一段缘分。那当下这段又是什么原因缘尽的呢？命主原局有丑未戌3刑，戌土被刑2次，这就有点费老公了。台下流年看看，往后数，换到巳火运之后，有个己酉流年，原局巳丑拱酉金，这一年酉金出来就是应期到了。酉金就是比劫见根，酉戌穿，穿了戌中的丁火，他的官星要被灭火，这个灾大不大呢？丑土既代表阴曹地府，阴其是金库，也代表法律。这年她老公要有个灾，我跟命主要了她老公的八字对比看一下，看了你会理解什么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
她现在老公的八字是甲子、丁丑、甲寅、甲戌。你看她坐下寅木是她的禄，也就是她的下半身，左边寅丑暗合，右边寅戌合，跟自己的禄发生关系的字就男女之情了。两个土都是财，是女人，这就是脚踩两条船了。此命主月令为丑土，家外寒气逼人，命主将家中丁火送出暖局。戌中丁火为阳气，冬日并不需要烈日当头，这一缕丁火足够用了，此时丑土便也舒适自在了。所以家外的比劫会认为命主是个暖男，很会照顾人。然而寅木左右摇摆，丑戌相较之下，命主更倾心于丑土，因为丑中癸水可以养木，寅丑温度相近，在一起的时候三观一致，丑月的木是休眠的状态。你想一下，这个时候的人是什么状态？是不是有点蔫巴了？这个地方要记住，等下复盘还会用到。然而寅丑毕竟有合不住的时候，譬如逢午火大运流年，寅戌便形成拱局，此时午火不再是冬日里的阳气，在寅木驱动之下化为物质之火，穿丑中辛金变成伤官制官。原命寅丑合时用的是丙辛，食神合官，若再以伤官去制官，这就是背格了。家外的官是不能制的，且这个官还在生印呢。你今天能去治它，待行至酉金流年，酉穿戌中的丁火，届时便是比劫回头报复了。他的夫妻星即为土，时支的戌土就是夫妻星，月令丑土则是婚外情，寅丑是暗合的关系，不欲为人所知。看他壬寅年，壬水为印为家，寅木中藏着的戊土是夫妻星，又藏一个丙火食神，这一年他春风得意。这个命子女缘薄，子丑合璧了官库。你是不是想说戌土中还有一个辛金在子女宫？原命有甲戌、寅戌拱午火，戌中之金被制坏，立不住。实际上他的前妻曾经怀孕，孩子流产没能留下，此命局本该无子，走到辛金运，辛金透出，孩子才来了。这个孩子是哪年来的？癸卯年。为何偏是癸卯？因为走到卯木流年，命局不用寅木，改用卯木了。你或许想问，寅戌拱午火，卯戌也能合出火，既然都有火克金，为何卯木一来，金反而能出来？离法讲卯戌合，说的是卯戌合闭了火库，卯戌合化火。但卯戌合在自然相法中的逻辑是，卯木吸干水分，令戌土变得极致干燥坚硬，同时将阳气锁于地面以下，即所谓闭了火库。当地面上的土质越干燥越坚硬时，就标志着地下的金不仅在不断生长，而且长出来的纯度极高，品质极好。因此卯木让戌土变成极致干燥坚硬的状态，本身就是地下金正在旺盛生长的外部显化。卯戌合化之火并非明火，虽合出丁火，但这股火是所有火中最弱的火，是地面以上的物质火，不是地下的真火。真正发生的是这样一幅画面：卯木长在戌土上，为了生长，把戌土里残留的水分全部吸干了。土越来越硬，木越来越黄，这就是卯戌合的本相。易经借火这个符号记录的是草木枯黄、土地板结的干燥之象，不是说地上真的燃起了一团火焰。卯戌合长金的逻辑，不是木直接变成了金，而是卯木极大地改变了戌土的密度和硬度，为地下金的孕育和提纯创造了完美的温床。同时木自身也化作了矿产再生的养料。这是命局的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命主走巳火运，这巳火本是命主家中戌土所出之火，带走到己酉年，巳火随丑土酉金合局而去了。酉戌相穿，穿坏了命主的伤官，寅巳也穿坏了命主的禄，这个灾可就大了。丑中所出之金，既代表官鬼，又代表法律，所以命主己酉年必是两院之灾。什么是两院呢？要么是 hospital， 要么是 prison。 这个女孩来找我询问此事，我便将这一切如实相告。她问我可有破解之法，可有化解之道。我告诉她，你理性的看待这件事儿，后面连着20年的火运都是好运，你阳刃驾煞，半官取财，破与不破，这个选择终究要你自己来做。她说，即便她后面再有家园，再遇良人，也不会有人能比现在的老公更爱这个孩子。我从她的眼神中看到了她对爱情的倔强。
这个回答在我意料之中，因为她正行乙木运，乙庚相合，纵然与婆家之间有些难念的经，她在当下仍是深爱着老公的。我告诉她这个事儿可以帮你办了，但是改得了运，改不了命。朋友们，你们说灾可以大事化小，但她与孩子的缘分能改吗？这个女孩后面的午火那段缘仍然会出现，这就是命已定。你们现在能理解盲派命理对于缘分的定义了吗？前男友是未中丁火，未是家外的字，这个丁火是拿不回来的，就叫做有缘无分。现在的老公是未中乙木暗生到了家里的火，这算得上是一段缘，只是这段缘是有期限的。那原本虚中那个火才是命主本命的官星。为了判断命局中要找的星与自己是否有缘有分，所以盲派八字才会用家的里外这个概念来描述这个关系呀，懂了吗？家里家外就是这么来的呀，就是用来看透人间缘分的呀。大道至简易理，根本没有那么复杂，它是用最原始最质朴的语言来描述你的人生。可为什么我说他后面20年的火运是好运呢？还会再遇良缘呢？比较一下他家里的2个火，一个有木生出自于未，一个没木生出自于戌。命主是丑月生人，以丑为核心的生态环境里，命局真正需要的是戌中那个火。未中有乙木，庚金就喜乙木。命主跟她现在的老公前世的缘未尽，她是带着感情去找这个人的。木就是那份情，情是心边一抹青，有木在，这段婚姻是真爱。只是未中火生在丑月，本就显得不合时宜，戌中的火没有木生，命主合的时候不会带着同样的情绪进去。那个官星更优秀，命局里也更需要它，但少了木的参与，就少了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。是更好的人，却未必是让你心跳加速的那个人。所以命主对待下一段缘分会更成熟，也更理性。命主木运即将结束，下部运就是火运，阴火库就在命主座下，所以无论来的是午火还是巳火，只要不遇到木的流年，就都是命主家里的字出来做事。命主合了煞，命主也自然富贵气荣。当下这段缘全靠大运的乙木气支撑，当金旺的时候，木气退了，这段缘分就要结束了。对这个女生而言，她此生的几段姻缘是无法改变的，也可以说是上天给她这辈子的人生考卷。而她面对这个事情的处理方式，她的态度，她的初心，是她此生交给上天的考试答案。命里能给你的只有一面镜子，照清楚了怎么走是你的选择。这个女孩选择去化解，是在用她自己的方式给这段缘分一个她认为值得的结尾。没有亏欠，没有逃避，不管最后是聚是散，能把一段缘分走得干净，已经是对他最好的交代了。人生中总有那一刻，你想伸手抓住，想让时间停止，但你做不到，我也做不到。爱能做到的事还有什么？世界在下沉，这是事实，但在触底之前，爱能让我先接住你。